我在晚清的法租界建了座可乐工厂，用降维打击的碳酸饮料疯狂收割财富，但这一切都只是我掩人耳目的幌子。我真正的目的是利用水厂庞大的用水量做掩护，在地下深处建立一座现代化的军工复合体。只因我意外穿越到了大前末年，并觉醒了一个万界穿越系统。为了重铸华夏荣光，改变屈辱历史，我要用现代国家传送过来的图纸和设备，在屈辱的甲辰海战爆发前，拉起一支全副武装的钢铁之师。然而，在这个宏伟的救国蓝图展开前，我面临的却是即将被推上菜市口砍头的绝境。大前帝都死牢里，我蜷缩在铺着霉变稻草的角落，感受着冷风灌进烂透的连帽衫。狱卒扔下一碗发黄的断头饭，告诉我明天就要被拉去菜市口腰斩。我盯着那碗断头饭，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骨头。你们凭什么要腰斩我？我犯了什么罪？狱卒冷哼一声，上面发了话：你这坤贼既没辫子，又穿着这种不伦不类的妖服，说不出个正经来历，不是谋反的乱党，也是东洋人的奸细。大刑伺候下来，你还硬挺着不招，那就只能赏你这一刀了。这一碗可是加了荤腥的，别糟蹋了。狱卒踢了踢栅栏，转身离开。我呆呆地看着那半个馒头，心中无比绝望。前一天晚上，我还在2036年的办公室里加班，一次剧烈的头晕目眩后，我来到了大前历43年的冬月。明年就是甲辰年，那场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国运崩塌，2亿2白银的赔款成了列强工业起飞的燃料，不能让这事发生。我狠狠抓了一把地上的干草，心里燃起一团火，哪怕是死，也得留下点改变的痕迹。我本想去喂海卫，告诉将领们防线的漏洞，推翻这个腐朽的朝廷，可是现实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我落地的地方就在帝都，一身现代卫衣和短发，成了大逆不道的象征。官府断定我不是华侨，也不是洋人，成了比洋人更危险的坤贼，真是讽刺。我自嘲苦笑，在21世纪写代码透支生命，到了这儿连命都保不住。宿主你好，检测到宿主跨越维度成功，时空秩序锚点已建立。这声音直接映射在意识中，万界时空门系统启动，当前等级 LV1，奖励宿主初级时空门一座。掌心微热，一道亮白光芒渗出，光芒汇聚成巴掌大小的大蓝色微型漩涡，悬浮在掌心。我死死盯着手中的门，门的那头隐约能看到另一个世界的缩影。我试探着伸出一根手指探向漩涡，微弱的吸力带着奇异的温热，顺着裂隙，我隐约看见了平整的水泥地和路灯光晕，那是21世纪的龙国。我呼吸急促，双手用力向外撕扯漩涡，漩涡纹丝不动，固定在直径10厘米的极限。我僵住了，这巴掌大的门根本钻不过去，绝望重新涌上心头。我下意识摸向口袋，指尖碰到早就没电关机的手机，掌心的漩涡突然闪烁，手机屏幕亮了，电量满格，5G 信号满格，时间显示是2036年。手机通过时空门连接到了现代网络，我颤抖着按下3个数字拨通，嘟嘟嘟，您好，龙国110指挥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沉稳有力的男声传来，我眼眶一酸，眼泪砸在屏幕上。警察叔叔，我穿越了，救救我！我死死捂住话筒，先生，请不要开玩笑，这里是110报警台，如果您没有紧急情况，请不要占用公共资源。我没开玩笑，我急切地抓挠墙壁。我叫方宇，身份证号是，我在一家叫星芒科技的公司上班，我昨晚在公司加班就打了个盹，醒来就在前朝的死牢里了。我现在在大前43年，他们明天中午就要活活把我腰斩，我真的穿越了，你信我啊？接警员老刘皱起眉头，电脑显示定位在帝都市东区的一片废弃荒地上。方先生，我查了您的号码定位，您现在的位置在帝都市东区的3号荒地，不是什么前朝的大佬，恶意拨打110报假警是违法行为，会面临行政拘留。如果您遇到了困难，请如实说明，不要编造穿越小说里的情节。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将挂断这通电话。我的心沉到谷底，正常人怎么可能信我被抢劫了？我扯着嗓子吼道。老刘停住了手，什么情况？请详细描述犯罪嫌疑人特征和您现在的具体位置，有没有受伤？他们有刀，把我困在这里了，随时可能杀我，就在你定位的那个地方，帝都市东区的3号荒地，你们快来，来晚了就只能给我收尸了。我只能顺着定位往下编，保持通话畅通，找个安全的地方躲。我立刻派警力过去，老刘迅速录入警情，呼叫巡警。东区3车，东区3车，收到请回复。3车收到，请讲。3号荒地发生疑似持刀抢劫案，报警人情绪激动，自称生命受到威胁，定位已发送至车载终端，请立刻前往核实。3车明白，马上到达。警车驶入泥泞荒地，2名警员手持强光手电下车搜索。指挥中心，3车已到达指定坐标，现场情况不明，正在进行搜索。带队的老李用手电扫射，四周只有残砖断瓦和杂草，各单位注意警戒，呈扇形散开。搜寻了10分钟，一览无余。指挥中心，3车汇报，已对目标区域完成地毯式搜索，未发现报警人，也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初步判定为报假警或者是定位偏差。指挥中心内，老刘盯着红点，定位系统一切正常，坐标没有任何偏移，报警人电话还在通话中，能听见背景有异常的风声和锁链碰撞声，请再仔细核查。老李叹了口气，大半夜的，估计是哪个喝高了的2世祖在寻开心。他转身走向警车，眼角余光却捕捉到一抹微弱的淡蓝色光芒，悬浮在半空，出现在碎砖块背后。老李反手按住警线，小王，左前方砖堆警戒，手电强光打过去，砖堆上方悬浮着一个半透明的漩涡，散发着蓝色荧光。老李慢慢走近，关掉手电，透过那层水波般的屏障，他看到了潮湿长满青苔的青砖墙壁，生锈的铁链，还有一个穿着破烂衣服、满脸污血的年轻人，正死死抓着屏幕亮起的手机，惊恐绝望地对着电话说话。老李的手电筒滑落在地，他死死盯着半空中的蓝光，看着里面阴暗的牢房和我。指挥中心，老李按下对讲机，这里是3车3号荒地，发现异常，讲定位没出错，我看到他了，但他不在荒地上，或者说他在荒地上的一个发光的窟窿里，那里面是个古代的大牢，能看到前朝的狱卒。他说的很有可能是真的。
此时，我听到了门那头传来的声音。透过漩涡，我看到了现代警察和闪烁的警车。警察叔叔，我把脸贴在青砖上，眼泪夺眶而出。你们终于来了！指挥大厅内，老刘看着实时画面，立刻做出反应。3车封锁现场，任何人不得靠近那个异常点，保持视频记录。他切换通讯频道，方宇，听着，不要挂断电话，保持冷静。我是帝都市110指挥中心接警员，你现在暂时已经安全了，放心，国家机器已经开始运转，我们一定会救你。好，我不挂。我死死攥着手机。老刘拿起了桌上的红色直通专线，按下了按键。20分钟后，荒地被彻底封锁，装甲车和特勤人员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国安局负责人楚建国大步走到漩涡前，他拿过通讯器。方宇你好，我是国安局负责人楚建国。现在把你穿越前后的每一个细节一字不落的再复述一遍，注意不要遗漏任何东西。我心里的巨石终于落地，将穿越和系统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科学院的物理学家们带着仪器冲进现场，很快2份报告送到楚建国手里。报告，身份核实完毕，方宇男，23岁，星芒科技初级架构师，3天前在公司加班时离奇失踪，监控显示他没有离开过工位，就在画面闪烁的0点几秒内凭空消失，各项社会关系和成长轨迹完全吻合。满头大汗的老院士指着波形图，首长，这个时空门我们可以确认了，它不是全息投影，也不是视觉欺骗，这是一种我们现有物理学体系完全无法解释的空间折叠现象。门两边的引力常数存在极其微小的差异，它的确连接着一个真实存在的物理世界，并且那个世界的空气成分和地球高度一致，只是工业粉尘含量极低。楚建国合上报告，目光深邃，我必须救，这是底线。更重要的是，只要我活着，时空门就存在，背后的价值不可估量。如果国家能通过这扇门传递图纸和武器，就能帮那个时代的龙国打赢海战，抹去百年屈辱。一旦通道扩大，现代恐怖的工业产能和军事科技就是彻头彻尾的降维打击。到时候，那个时空全球的资源都将向龙国敞开，甚至成为文明的诺亚方舟。立刻成立最高级别专案组，代号盘古。楚建国对助手下达指令，通知军方调集一个合成营，携带重武器进驻荒地。工程兵部队立刻入场，围绕这个坐标建立永固型地下基地。下达完命令后，楚建国转过身，视线重新投向半空中的淡蓝色漩涡。漩涡这头，我依旧蜷缩在发霉的稻草堆里，死死抓着屏幕变暗的手机。楚建国半蹲下身子，视线与我平齐。方宇，你现在最需要什么？装备、药物还是食物？只要尺寸能通过这个门，国家立刻给你送过去。我猛地抬头，干裂的嘴唇哆嗦。枪，给我一把带消音器的枪，还有子弹，如果能有电锯最好，那种能从这个门里塞过来的小型电锯或者液压钳。我得把这铁栅栏和手铐点亮弄开，明天他们就要把我拉到菜市口腰斩，我必须在天亮前杀出去。我越说越快，指甲在墙缝里刮出刺耳的声响。楚建国看了看铁栅栏和我破烂的位移，武器可以给你，无论是微声手枪、高爆手雷，还是凯夫拉防弹衣，只要尺寸能穿过这个10厘米的通道，我立刻让人去拿。但电锯不行，即便有微型切割设备，工作时的噪音会立刻引来所有的狱卒。更重要的是，我不建议你选择暴力越狱。我愣住了，为什么？这里是前朝43年的帝都，前朝政府的统治力虽然在走下坡路，但帝都的9门提督府、步军统领衙门依然掌控着绝对的武力。他们有成建制的陆营和八旗兵，甚至有装备了近弹火器的神机营。楚建国指了指光幕，你只有一个人，你没有受过特种作战训练，就算我给你一个微型军火库，你单枪匹马冲出牢房，立刻就会被几百条枪和弓箭包围，在那种密度的火力网下，你逃不掉。我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瘫坐在泥地上。他说的对，我只是个程序员，就算有枪也打不过兵狱。那我怎么办？难道就在这等死？我捂住脸，别慌，国家既然接受了，就不会看着你死。楚建国转头看向助手，去给京都大学历史系打电话，把专门研究前朝刑狱制度的赵教授接过来，要快，动用直升机。半小时后，国内研究前朝刑狱的泰斗赵博文教授被直升机接到了现场，他还在为大半夜被破门而入感到愤怒。楚局长，到底是什么国家机密，非得现在谈？我明天上午还有2节课。楚建国侧身让出漩涡，赵博文凑近光幕，抱怨卡在喉咙里。透过屏障，他看到了我，看到了古籍里的木质囚笼和辟邪符咒。他剧烈颤抖，扑通跪在碎砖堆上，脸几乎贴上光幕。这是顺天府的死牢，这是纯正的前朝夯土结构。那个狱卒的号衣，真的是光绪年间的规制。楚建国一把拉起他，赵教授，现在不是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等以后通道扩大了，你申请过去住半年都行。现在我们的人在里面，明天秋决他要被腰斩，我要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一个兵不血刃把他从死牢里捞出来的方案。赵博文强迫自己把视线移向我，从死囚里捞人，他犯了什么事？被当成坤贼和乱党，没有背景，没有亲属，孤身一人。赵博文皱紧眉头，来回踱步。坤贼在前朝这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加上他没权没势没根基，顺天府为了冲业绩，或者为了向上头邀功，肯定要把这案子办成铁案。走正规途径，比如翻案，找人作保根本不可能，时间也来不及。他停下脚步，他在里面基本就是个死。听到这话，我刚燃起的希望再次破灭。远处传来更夫打更的声音，3更天了，距离行刑只剩几个小时。等等，赵博文猛地拍了下大腿，只有一条路可以试一试了，宰白鸭。这是晚清刑狱里的一种黑话，或者叫顶凶。赵博文快速解释，前朝中后期司法腐败到了极点，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犯了死罪，或者一些地方官府为了结案，就会花钱雇佣那些活不下去的穷苦百姓，让这些穷人顶替真正的死囚去挨刀子。这些穷人就被称为白鸭。顺天府的大牢里这种事屡见不鲜，只要钱给够，狱卒推官甚至主审的老爷
全都可以打点通。到了刑场上一刀砍下去，验明正身的文书上画个押，这事就算结了。楚建国立刻明白，你的意思是用钱砸，让狱卒找个替死鬼替他去挨那一刀。对，赵博文脸色凝重，但这件事风险极大，正常的宰白押都是死囚在外面的家属去运作，拿着真金白银去打点各路神仙。方宇现在被关在牢里，他只能直接和狱卒交易。他靠近光幕看着我，这里面的狱卒都是些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鬼。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拿出一大笔钱，他们最可能的反应不是帮你办事，而是直接把钱抢走，然后照样把你送上断头台。毕竟死人是不会告状的。我脊背发凉，忽略了封建社会底层狱卒贪婪的人性。我们能给他提供跨越时代的财富。黄金珠宝甚至现代工艺的玻璃珠。楚建国看着赵博文，问题是怎么保证那个狱卒收了钱还会去办事？没有任何保证，这是一场赌博，全看那个狱卒的贪欲和胆量哪个更大。如果他贪图更多的后续财富，他可能会冒险去运作；如果他只看重眼前的利益，方宇拿出的第一笔钱就是他的催命符。楚建国脸色阴沉，转头看向光幕。方宇，我在。我从地上爬起来，脸贴在栅栏上，准备好。楚建国从特勤递来的背包里拿出一根金条，我们开始豪赌。等那个狱卒再过来的时候，你用这块金子敲门，我们会教你怎么说。记住，你的命现在掌握在你自己的嘴里。我接过楚建国手里那根沉甸甸的金条，大脑快速运转。首长，您这有没有那种用电射人的枪？楚建国眉头微皱，用电射人的枪？你说的是太色枪？对，我咽了口干沫，有的话麻烦给我一支，同时还要一个微型强光手电，再给我几块士力架可以吗？你要这些干什么？来不及解释了，先把东西给我，我有大用。我死死盯着牢房走廊尽头，那里传来微弱的脚步声。好，你稍等，很快，太色枪、强光手电和士力架被塞过漩涡，这是打算做什么？楚建国压低声音，看着我把太色枪藏好，握住手电筒，与其把命运交给别人，还不如自己搏一下。楚建国脸色一变，他双手按在光幕边缘。方宇，不要冲动。我没有理会，猛地站起身，走到木栅栏前，我掏出金条，用尽全力顺着缝隙狠狠砸了出去。金条越过走廊，准确落进对面空荡荡的牢房里。你疯了！赵博文教授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我根本不看对面，转身抓住木栅栏疯狂拍打，扯着嗓子大喊大叫。光幕那头，楚建国和赵博文被我毫无逻辑的行为弄懵了，屏住呼吸注视着。走廊尽头的脚步声瞬间加快，狱卒拎着水火棍快步走来，满脸凶光。嚎丧呢？大半夜的你发什么疯？他举起水火棍对准我的手指狠狠砸下，我没有躲，右手猛地探出栅栏，按下了强光手电的爆闪开关。12000流明的强光，在1893年暗无天日的大牢里，犹如炸开了一颗微型太阳。狱卒发出一声惨叫，水火棍掉在地上，捂着眼睛重重撞在墙上。我的眼睛，他在地上痛苦扭动。你特娘的用的什么妖法？你且等老子眼睛好了看我不准死你！眼睛好了看我不准死你！我关掉手电筒，塞进口袋，双手背在身后，脊背挺直，且慢动手。我清了清嗓子，声音带着刻意伪光的空灵威严。狱卒以为遭了天谴，在地上呻吟不敢睁眼。我俯视着他，本座其实是仙人，从天上下凡来历劫的。狱卒僵住了，竖起耳朵，看你今日对本座有一饭之恩。我慢条斯理地说着，特来给你一场造化。过了5分钟，狱卒视力慢慢恢复，畏惧地看着我发抖，但他毕竟是老油条，装神弄鬼。他吐了口带血的唾沫，强撑着胆子。你要真是神仙下凡，又怎么会被顺天府的差役所拿，关在这死牢里等腰斩？他捡起水火棍指着我，你特娘要真是神仙，他敲打着木栅栏，那就证明给我看。我轻蔑一笑，好，我点点头，眼神高傲。既然如此，那本座就演示一番。既然你们凡夫俗子最喜欢黄白之物，我抬起右手虚化半圆，那本座就变一份出来给你。我装模作样的指向对面空牢房，金子已经变出来了，我收回手，自己去拿就是。狱卒愣在原地，贪婪最终战胜恐惧。他走到对面牢房，探头往里看，什么也没有，敢耍老子？他正要发作，我冷冷吐出一个字：摸。狱卒咬牙蹲下，伸手在干草堆里胡乱摸索，手指碰到了一块冰冷硬邦邦的东西，他一把抓了出来，借着火光，那是一根2指粗细的实心金条，反射着令人头晕目眩的迷人色泽。这真是金子！老孙双手颤巍巍地捧着金条，狠狠咬了一口，牙印清晰，是十足的真金。这块金子抵得上他10年的愤怒。他咽了口唾沫，死囚身上不可能藏金条，这就像是凭空变出来的。他又想起刚才那道恐怖白光，您真的是神仙下凡？老孙双膝一软，直接跪在青砖上，我双手背在身后，脊背挺直，金子都到手了还不信？信！小人有眼无珠，冲撞了老神仙，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算了，不知者无罪，你且起来吧。老孙站起身，死死盯着我。老神仙，您的法力小的看到了，那您说的大造化是指什么？死死盯着我。老神仙，您的法力小的看到了，那您说的大造化是指什么？本座是下来历劫的，如今牢狱之灾已满，该回天上逍遥自在了。我俯视着他，你放我出去，待本座归位之后，定会保佑你福寿绵长，多子多福。老孙脸色惨白，连连摆手。神仙爷爷，别的都好说，唯独放您出去，小人真的做不到啊。您这可是上头钦点的斩监后，那是秋后要明正典刑的。小人要是偷偷把您放了，别说是小人的项上人头，就是小人家里的婆娘老小，全家都得跟着掉脑袋。再说了，您既然是神仙，您自己掐个诀，嗖的一下飞上天不就得了？放肆！我冷哼一声，本座既然是肉身历劫，天机不可泄露，自然不能轻易动用法力强行破关。你这凡夫俗子懂什么？我脸贴近木栅栏，目光锐利。再说了，不就是放个死囚吗？此事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别以为本座不知道你们这死牢里的门道，你们私下里都宰了不知道多少白鸭了吧？老孙如遭雷击，僵在原地。宰白鸭是诛9族的大罪，只有牢里头目才知道。我竟然连这种机密都一清二楚。他认定我是真神仙。我看着他额头的冷汗，声音带着
本座知道，你一个普通的衙役确实做不了这种事，你可以去找能做主的人来见我。我指了指他手里的金条，只要你们能按照规矩把我弄出去，本座不仅保佑你们，临走之时再给你们每人一份这辈子都挥霍不尽的金银财宝，如何？用不完的金银财富。这句话像毒药钻进他的心里，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老孙咬紧后槽牙，眼底泛起红血丝。老神仙，您稍等。他将金条贴身放好，连滚带爬的往外跑，直奔牢头歇息的房间。他将金条贴身放好，连滚带爬的往外跑，直奔牢头歇息的房间。光幕那头，楚建国和赵博文将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漂亮！楚建国双手抱胸，临危不乱，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能利用仅有的几样现代物品，在最短的时间内击溃对方的心理防线。这份极致，就算是在局里受过特殊训练的外勤，也不过如此。这小子是个人才啊！走廊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大群狱卒举着火把涌来，为首的是满脸横肉的牢头。他上下打量着我，老孙。牢头看着缩在后面的狱卒，你他娘的精明了一辈子，今天让狗吃了脑子了，真让一个没辫子的坤贼三言两语就给糊弄住了。猴，他真能凭空变出金子？放屁！牢头一脚踹在老孙腿上，当年那些长毛还自称是什么上帝的二儿子呢，还不是被俺们大帅给砍了？他要真是神仙，老子就是玉皇大帝。牢头拔出雁翎刀，重重敲击木栅栏，打开门，把这装神弄鬼的坤贼给我拖出来。两名狱卒立刻掏出钥匙捅进锁眼，老子今天倒要看看。牢头眼中闪烁着凶光，这神仙到了扎纸和老虎凳上，还能不能变出金子来？两名狱卒抽出铁尺，铁锁被捅开，眼看就要冲进来将我摁倒。光幕那头，楚建国死死按在光幕边缘，该死！没想到这牢头竟然还是个剿灭天国的老兵。方宇危险了，有什么办法救他们？首长，通道只有10厘米宽，我们的设备和人员根本过不去。特勤队长急得满头大汗。通道只有10厘米宽，我们的设备和人员根本过不去。特勤队长急得满头大汗。赵博文急得直拍大腿。糊涂啊！我早就说让方宇不要急躁。正所谓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这种在死人堆里滚出来的牢头，根本不敬鬼神，只认刀子。方宇这下要吃大亏了。铁门被粗暴推开，两名狱卒举着铁尺扑向我，我没有退，脸上毫无惊恐。卫衣袖口猛抬，藏在里面的右手瞬间探出，大拇指重重按下强光手电爆闪键，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12000流明的光柱再次炸开，高频闪烁让空气扭曲。两名狱卒惨叫着丢下铁尺，捂着眼睛痛苦翻滚。我迅速收回手电，双手胡乱捏了几个道家法诀。走廊上的衙役全被吓住了，本能后退。老孙躲在最后面，双腿打摆子。老天爷啊，小的没扯谎吧？这真是天上下来历劫的活神仙，这是在施展仙法，你们还不快跪下？真想被天打雷劈吗？几个心虚的年轻衙役膝盖一软，直接跪地。楚建国稍微放松，这小子心理素质真不错，居然能想到用这种方式配合强光制造神迹，这在那种愚昧的环境里，确实能震慑住大部分人。然而牢头刚才站在门外没被指射，骨子里的凶悍彻底爆发。放你娘的狗屁！一群废物！牢头刀尖指着老孙的鼻子，你们这帮杀财，也不想想你们这辈子在死牢里干了多少生儿子没屁眼的烟杂事，手里沾了多少条人命，有什么神仙会瞎了眼跑来保佑你们这些黑心烂下水的贼骨？黑心烂下水的贼骨！他死死盯着我，会点障眼法的江湖骗子也敢在顺天府的大牢里撒野？老子管你是什么大罗金仙，到了我的地盘，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牢头提刀直奔我而来，我纹丝不动，血腥气直扑面门。牢头伸手抓我衣领，我左手虚化圆圈，右手猛翻，雷公助我，食指狠狠扣下太色枪扳机，砰！两枚电极精准扎进牢头胸腹，5万伏特高压电流瞬间倾泻，牢头身体僵成木板，眼睛瞪圆，脸部扭曲，雁翎刀掉落，庞大身躯直挺挺向后倒去，重重砸在青砖上，电流持续5秒，他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空气里弥漫着烧焦味，全场死寂。活阎王般的牢头被我一个口诀凌空击倒，这是真正的雷霆手段。老孙扑通磕头响震天，神仙爷爷饶命！衙役们齐刷刷跪倒磕头，神仙爷爷饶命啊！小的们有眼不识泰山。我慢条斯理收回太色枪，双手背在身后。5分钟后，牢头停止抽搐，眼神里只剩极度恐惧，他跪伏在地缩成一团。老神仙，小人瞎了狗眼，小人该死，求老神仙收了神通吧。我俯视着他，表情淡漠。你们这群凡夫俗子，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现在能好好办差了吗？能。牢头捣蒜般点头。老神仙您吩咐，就算是让小人去上刀山下火海，小人也绝不皱一下眉头。本座不需要你去上刀山，去给本座找一只白鸭，天亮之前把这牢里的所有关节打通，只要此事办妥，本座归位之后，许你们的富贵和保佑一样都不会少。若是办事不利，刚才那点雷火不过是给你们挠挠痒痒。老神仙您放心，这是小人属，小人这就去安排，保证办得漂漂亮亮，绝不耽误老神仙回天上。牢头站起身准备去办事，慢着，老神仙还有什么吩咐？本座乃正派仙家，这找来顶替的白鸭，断不可用那些无辜的穷苦百姓。我眼神严厉，必须去寻那些大奸大恶，身上背着人命官司的死囚来顶替。若是随便拉个无辜之人来替死，让本座沾了这等孽障因果，本座就算回了天上，也定要降下天雷，劈烂你们这顺天府。牢头更深的弯下腰，老神仙真是宅心仁厚，小人明白，小人这就去死字号牢房里提那个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那是个罪大恶极的，本来就是秋决的命，拿他来顶替绝对干净。牢头转头怒吼，都聋了吗？还不快滚起来去办事！衙役们连滚带爬，一窝蜂挤出走廊，牢房再次安静。确定人走远了，我挺直的脊背突然塌下，整个人瘫软在干草垛上，冷汗瞬间湿透卫衣，双手止不住颤抖。刚才那几分钟耗尽了我毕生勇气，只要牢头快一点，我就是具尸体了。勇气，只要牢头快一点，我就是具尸体了。光幕那头，楚建国长出一口气，赵博文瘫坐在残墙上，这年轻人真是命大。
不过这出戏唱的是真好。就在我试图平复心跳时，机械合成音在脑海响起，检测到宿主成功完成首次死里逃生事件，万界穿越系统权限提升，奖励初级时空门物理半径扩大10厘米。我猛地睁眼看向漩涡，伴随嗡鸣，微型通道在蓝光闪烁中，边缘水波纹向外急速扩散，将空间一点点撑开。光幕那头，赵博文猛地停下擦拭眼睛的动作，他将眼镜重新架在鼻梁上，死死盯着半空中的漩涡。楚局长，赵博文胡乱拍打楚建国的胳膊，这东西不对劲，你快看！楚建国立刻跨前一步半蹲下，原本只能塞过一只手的10厘米通道，边缘明显向外扩张了一大圈，光芒更刺眼了，肉眼可见，直径扩大到了20厘米。楚建国盯着光幕里大口喘气的我，方宇，发生了什么？这个传送门变大了。我躺在发霉的草垛上平缓着呼吸，脑海里响过机械提示音。牢房中央的漩涡也大了一圈。我撑着地面慢慢坐起，我的这个传送门似乎是可以成长的。楚建国和赵博文同时屏住呼吸，身后的物理学家们也纷纷停下动作看向光幕。只要我做对了某些事，或者说是达成了某些特定的目标，比如刚才那种死里逃生的情况，这个系统就会给我判定完成任务，这个门就会跟着变得更大。荒地的夜风仿佛停滞了，楚建国眼中爆发出极度明亮的光彩。赵博文激动的连连拍大腿，这岂不是说？楚建国缓缓站起身，双拳紧握。总有一天，这个传送门能变得可以传送一个人，甚至能够传送医疗车、发电机、重型装甲车一类的更大型的实体装备。楚建国脑海中瞬间展开宏大的战略蓝图。如果门能无限扩大，国家就能直接调遣特种侦察连跨越时空，派遣顶尖学者和工程兵入驻大前。凭借现代物资倾斜，龙国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绝对现代化的先遣基地，对落后时代进行降维洗牌。我看着对面兴奋涨红的面孔，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这个时空门有没有成长上限，也不知道下一个任务是什么。不过这也算是个好的开始。楚建国立刻清醒过来，对，他重重点头。现在不是想这些长远计划的时候，你还在死牢里，天亮之前你必须平安出去。既然洞更大了，楚建国转头看向特勤队长，那么许多之前卡着尺寸没法给你的生存装备，现在就能送过去了。接下来的这批东西是盘古智囊团在这20分钟内紧急根据你的处境重新调配的，应该都能派上大用场。你得活下去，门才能继续变大，不到3分钟，特勤人员提来战术沉降箱，楚建国将里面的物品一件件顺着扩大的漩涡塞过来，东西在草堆上堆成小山。我拿起物资清单卡，有一件能挡钝器重击的碳纤维防刺服，一个装有肾上腺素和抗生素的战术医疗急救包，一沓电解质冲剂和高能压缩饼干，一块内置强光致盲模块的战术手表，一副带有微光夜视和热成像功能的综合作战目镜，等于给了我一双看穿黑暗的眼睛。最后是太阳能快充电源板和微型碳纤维手工具。听到系统突如其来的提示音，我呼吸停顿了半秒，目镜后的瞳孔因震撼而微缩。楚建国敏锐捕捉到了我的僵硬，怎么有问题？他紧紧锁定我。我深吸一口气，压下热血，摇了摇头。系统刚刚发布了长期主线任务，我语速极快，逃离京城，潜入金门卫，建立首个近现代化前哨基地。任务奖励是时空门双向实体扩容至直径1米，并开启初级物资自动传送通道。听到这消息，楚建国冷硬的脸庞浮现出难以自控的狂热潮火。赵博文手里的眼镜掉在碎砖上，后方的物理学家们猛地站了起来。直径1米的传送门，20厘米只能保证我活下去，而直径1米足够特种兵穿行，足够将机床、发电机甚至火炮运进这个时代。那是真正的国家力量投诉。电机甚至火炮运进这个时代，那是真正的国家力量投诉。好，楚建国豁然起身，这真是想睡觉就有人递枕头啊！他重新半蹲在光幕前，你放手去干，不管你在那边捅出多大的篓子。不管你需要什么级别的资源，国家会无条件、无上限的对你进行援助。我这就去向最高层做特别汇报。无论如何，金门卫这个基地必须建起来。我隔着光幕重重点头。走廊尽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重物拖拽声。我立刻噤声，戴上综合作战目镜，视野变成清晰的微光绿色。热成像显示走廊拐角出现几团热源，最前面是去而复返的牢头，身后2名狱卒拖着一个被铁链锁、生命体征极度虚弱的人。老神仙，牢头隔着很远扑通跪地，双手捧着钥匙不敢抬头。白鸭带到了，狱卒跟着跪下，将死囚扔在地上。我透过夜视滤镜打量着他，男人浑身鞭痕，琵琶骨被铁丝穿透，后背结满血块。他是何人？我声音冰冷威严，回老神仙的话。牢头不敢抬头。此人名叫张麻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上个月在通州地界连杀了梁乡一家7口老小，连刚满月的奶娃都没放过。顺天府的老爷判了他个凌迟处死，本就是要在这几天活寡的，拿他来给您顶这个腰斩的缺，绝对干净。我放大目镜焦距，看到囚犯独眼里依然透着择人而噬的凶狠，毫无悔意，确实是个该死之人，毫无悔意，确实是个该死之人。开门吧！我收回目光，牢头哆嗦着捅开铁锁，侧身让路。小人都打点好了。牢头压着嗓子，天快亮了。巡街的步军统领衙门刚换完岗，出了这牢门，外面有辆拉死尸的粪车，您委屈一下，躲在车底下的夹层里，等出了城门，天大地大就没人能拦得住您了。我推开木栅栏，大步跨出死牢，淡蓝色光幕依然悬浮。我看向光幕里的楚建国，他抬起右手，比划了一个标准的现代军礼。我重重点头，转身走入阴暗走廊，换上楚建国送来的补给。我扯下破卫衣，套上黑色碳纤维防刺服，绑好战术急救包，戴上战术手表，脖子上挂着综合作战目镜，装备穿戴整齐。我的气质发生了明显改变。楚建国看着我，方宇，我现在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确认一下，你的这个传送门是可以随心所欲想开在哪里就开在哪里，还是只能固定在这个牢房里进行连通？我闭上眼睛，光幕闪烁消失，3秒后在右后方重新亮起，挪动了2米远。看来系统没那么死板。
我碰了碰光幕边缘，楚建国长出一口气，物理学家们也放松下来。通道能跟随宿主移动，意味着国家力量可以随时随地提供补给。你出去之后打算去哪里？楚建国问。我愣住了，还没想好。我一直想的是先从这个死牢里逃出去，先保住脑袋。没来得及想后面的事。赵博文快步走到光幕前，去金门，那里有直隶总督的北洋大臣衙门，是李中堂的地盘，也是整个前朝末期洋务运动和北洋水师的后勤总枢纽。整个前朝最先进的东西都在那里，那里有大量的洋人买卖。还有机器制造局的工厂，你这身打扮，还有你那头短发，在这京城里是掉脑袋的坤贼。但到了金门，只要稍加掩饰，根本没人会管你。那是个华洋杂处的地方，国家会动用智囊团和历史档案，给你凭空捏造一个绝对经得起查的海外侨商身份。有了这个身份作为掩护，甚至加上我们提供的一些这个时代绝对造不出来的工业样品，你就能直接接触到北洋水师的核心层。说不定你就能赶在明年甲辰海战开战之前，凭借这个身份进入军械所，把那些里面装着沙子的劣质开花弹和冒黑烟的劣质煤炭给换了。这能改变那场战争的胜负。我听着赵博文的描绘，沉默了1分钟，坚定的摇头。我不会跟前朝合作。赵博文兴奋僵住。为什么？前朝腐败透顶。我声音很冷，那是一座烂到根子里的破木屋。咱们就算把真金白银和最先进的武器直接摆在他们面前，那些官员满脑子想绝对不是怎么去打赢战争，他们满脑子想的只会是怎么把这些东西私吞，怎么利用这些东西去进行党同伐异的内耗。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群人身上，那等于是把国家的资源拿去填无底。我得拉起一支咱们自己的队伍，到了金门之后，我可以用你们提供的黄金和现代工业品去积累第一桶金。金门卫有大量的底层洋务学堂学生，那些人有初步的知识，但没有出路。我可以拿钱去买通他们，甚至直接招募他们。金门周边还有成千上万活不下去的流民，还有那些被遣散后饭都吃不上的湘军和淮军老兵。那些人只要给口饭吃，给把枪就是最好的底。我要在暗中建立我们自己的军工房，只要我的队伍拉起来了，时空门的任务也一定会随之触发。到时候门变大了，国家的特种部队和基建工程师移过来，别说一个金门，就算是要拿下整个京畿之地，还不是易如反掌。楚建国眼中爆发出夺目的金光，这才是最正确的战略选择，用现代文明的铁拳砸碎那个时代。就在我挥拳的瞬间，脑海中响起机械合成音，长期主线任务已触发，龙腾北洋，任务目标逃离京城，潜入金门卫，建立首个近现代化前哨基地。任务奖励时空门双向实体扩容至直径1米，开启初级物资自动传送通道。1个时辰后，顺天府外西直门，我掀开粪车底部的暗格木板，从恶臭中钻了出来，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牢头和老孙弓腰小跑过来，满脸谄媚。老神仙，牢头递上包袱，这路路通的通关文牒和沿途打点的散碎银两，小人都给您备齐了。做得不错。我接过包袱，见两人不走，心下了然，这是等讨赏。做得不错。我接过包袱，见两人不走，心下了然，这是等讨赏。我摸出楚建国准备的金叶子，拿去3片金叶子扔出，两人如恶狗扑食般在草丛里摸索。我又扔下2个药盒，这是天上的神药，日后若有高烧不退，亦或是刀伤恶化化脓的病症，吃下1粒便可痊愈。两人捡起药盒疯狂磕头，多谢老神仙赏赐。老神仙法力无边，福寿与天齐。我转身跨上雇好的马车，直奔东南方向的金门而去。半日后，金门卫，我打发了车把式，混入这座华洋杂处的大前北地商埠，找了家客栈洗去死牢的污垢。睡了1宿后，我从时空门接过楚建国送来的深灰色毛呢西服穿上，梳好短发，铜镜里映出个气质冷峻的年轻人。这打扮在京城是死罪，但在金门卫，这叫留洋归来的上流侨商。推开木窗，楼下街道繁华，远处飘来轮船煤烟。我走下楼，混入街市，秋老虎让街道格外闷热。我沿着法租界边缘踱步，建立近现代化前哨基地，在脑海翻滚。靠20厘米的时空门补给只能是微型据点，想盖大型基地只能靠自己。我必须有个正当的幌子，一个能光明正大招募人手的产业。做什么？这是第一道死关。视线扫过街对面的冶铁作坊、冶钢、化工2个词浮现。大前最缺基础重工业，只要我建个小型化工厂，北洋官员绝对会将我奉为座上宾，但冶钢化工目标太大，烟囱1粒洋人盯着，官员入驻帮派抽成，暗中拉队伍的计划将胎死腹中。最致命的是，这时代没有熟练工人，培训需要漫长时间，这是个死循环。如果连在这个时代搞到第一桶金都做不到，事事向国家伸手，等于拖垮大后方。我擦去额头汗珠，闷热的空气让喉咙发干。喝茶，大碗的凉茶，一声吆喝传来，不远处有个茶摊，几个车夫正大口灌着深褐色的廉价茶水。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走过去，距离茶摊还有3步。我脚步停顿，定定看着那深褐色的粗瓷大碗，看着倒水太极泛起的泡沫，那颜色，那泡沫，那闷热天气下的捷克感。一个疯狂的念头在大脑深处炸开，我眼睛猛地亮起，死死盯着那碗茶水。客官，卖茶老头擦了擦手，满脸堆笑迎上来，来碗解暑的凉茶。我没有理会，猛地转身看向3尺外，只有我能看见的淡蓝色光幕。楚总，我声音因为兴奋而发颤。楚建国的脸庞在漩涡后方显现，给我弄点东西过来。客官，您的茶。老头捧着茶汤送向我没有接，摸出1枚铜板抛在竹凳上，转身离开。老头攥着铜板，疑惑地看着我对着空气说话的背影。我快步走向一条无人的死胡同，停在阴影里，正对着光幕。荒地上已经有了施工迹象。楚建国紧盯着我，这么着急找我怎么了？有新进度了。我点点头，有想法了。之前我一直在想，既然要在金门卫扎根拉队伍，就必须有个能光明正大招兵买马、囤积物资的产业。我最初想的是直接靠你们提供设备和图纸，弄个冶钢厂或者小型化工厂。
但阻力太大。这种重工产业一旦上马，不管是北洋衙门那帮官僚，还是各国租界的洋人，都会把眼睛死死盯在我身上。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我们的武装计划就会暴露。而且大前根本没有成熟的熟练工人来操作那些精密设备。楚建国微微点头，你考虑得很周全。重工业树大招风，我们在这个时空的根基还是零，经不起各方势力的联合绞杀。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件事？胡同里的穿堂风吹起西服下来，我眼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很简单，我竖起一根食指，我想到一个既能疯狂赚钱，又不会引人注意，还能完美遮掩我们在暗中建立基地意图的产业。我要搞一个饮料厂。楚建国眉头瞬间聚拢，赵博文张大了嘴巴。饮料厂？为什么你会想到这个？从重工业跳跃到卖汽水，跨度太大。我往前走了一步，第一能赚钱，而且是暴利。我竖起第二根手指，大名鼎鼎的可口可乐，真正的出版公司要在3年后的1896年才会在美国成立。他们凭借那种带着原始糖浆味的出版配方就能席卷全球。我扯出一个弧度，没道理我们拿着现代社会经过了上百年，改良了无数次的极致配方干不过他们。我要把厂子建在金门卫，直接倾销全国，甚至抢占全球市场，这能给我们带来无法估量的第一桶金。我收敛笑容，国家确实承诺无条件支援我，但时空门现在只有20厘米，未来就算扩充到1米，传送效率依然有限。这种战略级别的通道应该留着用来传送机床、武器和核心技术人员，而不是用来成吨的给我送黄金，用来打点关系。我看着楚建国，我拿着国家的图纸在这个时代当大爷，这叫寄生虫。我要用这个时代的规则赚这个时代的钱，来反哺基地的建设。楚建国眼神变成了深沉的赞赏。我竖起第3根手指，第二掩护。我看向胡同外熙熙攘攘的街道，我们要搞现代化基地，要有自己的军工房，那必然需要庞大的下水系统和难以想象的工业用水量。如果我开一个普通的商行，却每天消耗掉成吨的净水，这绝对会引起巡警和密探的怀疑。我重新看向光幕，制造饮料，这就给了我一个光明正大、名正言顺进行大规模用水和排污的理由。在庞大的水厂掩护下，地下军工房运转产生的水耗将被完美抹除。我放下手，第3麻痹。我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口，制造饮料不仅能给前朝地方政府提供极其丰厚的商税，最关键的是，这玩意不是钢铁，不是火。在那些满脑子都是拳谋和洋枪洋炮的前朝官员眼里，这就是个卖糖水的奇技淫巧。我直视楚建国，这属于纯粹的民生产业，不会触碰北洋水师和直隶总督的军事核心利益。他们拿到税银就会闭嘴，根本不会派人死死盯着我们的厂区。我们的人就能在厂房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进行军事训练和装备生产，不用担心任何人的监视。死胡同里陷入短暂死寂，楚建国大脑高速运转，真是逻辑严密，商业前景巨大，掩护功能完美。从一个茶摊得到的灵感被拔高到了战略布局的高度。好，楚建国重重点头。从这刻起，盘古专案组将全力配合你的饮料厂计划。他转头看向特勤人员，立刻联系国家轻工业部和最顶级的食品科学实验室。我们需要可口可乐乃至各类现代碳酸饮料的最优配方，要把所有涉及现代化工提纯的成分替换成在大前时代能够搞到的天然原料或简易平替物。要一份完整的、适合在19世纪末期手工或半自动生产的工艺流程。他看着我，配方、提纯设备的设计图，还有你在金门卫盘厂房需要的启动资金，24小时内全部通过时空门交给你。我点点头，光幕瞬间隐没，我走出死胡同，2个穿着灰色号挂的巡警挡在路口。他们看到我刚才的举动，想拿捏我这只肥羊。站住！高个子巡警横起木棍，你哪条道上的？鬼鬼祟祟钻胡同，过来查验腰牌。我停下脚步，摸出2块碎银子抛过去。2位官爷，巡街辛苦了，这点银子拿去喝茶。2人慌忙接住银子，脸上堆满谄媚笑意。这位爷，高个子巡警塞好银子，您这是折杀小人啊！您有什么吩咐？出来保地，想在海河边上盘块大地皮，办个西洋水厂，不知这金门卫的规矩，该拜哪座衙门的码头？高个子巡警眼珠一转，爷您一看就是留洋归来的大商贾，要在海河边拿地，还得办洋厂子，那一般的小衙门管不了，得找到台衙门，但这衙门的门槛高，没人引荐。您捧着银子都找不着庙门。他压低声音，您顺着这条街往东走，到了法租界界碑那儿有个鼎泰茶楼，2楼雅座常年坐着一位金三爷，那是专给个大衙门和洋行牵线搭桥的主。您提小人的名号没用，您得提您这手里的真金白银。我点点头，穿过2人离开。半个时辰后，鼎泰茶楼2楼，我坐在红木圆桌前，对面是盘着核桃的金三爷。我没有废话，在衣服掩护下，从急救包里摸出一个透明玻璃瓶，这是楚建国刚传送来的样品，里面装着深焦糖色液体，漂浮着气泡。咚，玻璃瓶放在桌面上。金三爷停下动作，眼中闪过讶异。我拔开软木塞，2氧化碳释放，香草和焦糖甜味弥漫。2氧化碳释放，香草和焦糖甜味弥漫。我倒了小半杯推过去。三爷，南洋归来带了点西洋的玉液琼浆，尝尝。金三爷端起茶盅抿了一口，气泡感在口腔炸开，直冲脑门的甜腻和冰凉刺激感让他瞳孔放大。他将剩下的一口倒进喉咙，他咂了咂嘴，这是何物？西洋秘药配制的黑水，专解乏闷。泰西各国的王公贵族皆以此为日常饮品，成本低廉，利润100倍。金三爷手里的核桃转得飞快，那阁下找我是何意味？我想寻一块沿河的大地皮建个水厂，专酿这黑水，所以需要官府的勘核和护商的条子。至于这厂子的雏形，我摸出2片金叶子压在茶盅下，这只是问路的石头。
事成之后场子干股，半成归引荐人，2成归能主事的大人。金三爷死死盯着金叶子，他猛地站起身，看得出阁下诚意十足。他将金叶子扫进袖口，只是在这等通天的大买卖，不是我一个引荐人能定下的。我现在就带您去见海关道督办副使吴大人，他现下正在3岔河口的画舫上听戏。阁下请吧。我跟着他来到海河河畔，踏上画舫，舱内中央软榻上，消瘦的吴大人正抽着大烟。金三爷上前低语，并盛上玻璃瓶。吴大人吐出烟雾，打量着我，我站得笔直，微微颔首。你就是那个要在金门为大兴土木的侨商？吴大人声音沙哑，来我大前搞什么水厂？你居心何在啊？我走上前，倒出一杯可乐。大人明鉴，在下并非有什么图谋，在下所谋乃是造福地方的大业。吴大人没有接，在这金门卫界上开洋场的，本官见得多了，无非是想借着洋人的事搜刮地皮。而且你这区一瓶黑水，如何造福地方啊？如何为本地盈利啊？我笑着看着他，大人，这黑水不惹洋枪大炮的忌讳，不占朝廷的重功名禄，这不过是贩夫走卒、达官贵人的一口吃喝，这是一门干干净净的民生买卖。我双手撑在桌边，但在下要的这块地极大，因为这黑水的熬制需要消耗海量的净水，届时厂房一立，每日不仅能给大人缴纳一笔极具分量的商税，我压低声音，在下承诺将这黑水厂3成的红利做成不记名的洋行干股，按月送到大人的私宅。此水若销往泰西诸国，这便是源源不断的三江之水。且水厂所在，只需大人一张沪商禁令，严禁闲杂人等探视秘方，大人不仅得财，更得了一份兴办实业的好官声。画舫琵琶声停了，吴大人手里的烟枪停在半空，这种只谈利益，直接奉上3成红利的方式，精准击中了他的贪婪。他端起杯子一仰脖子灌了下去，强烈的刺激感冲开混沌的大脑，甜美和清凉直透肺腑。好霸道的玉液，他将空杯重重拍在桌面上，眼中满是贪婪。你要多大的地皮？不敢多求，我要的只有沿着海河下游，仅靠法租界边缘的那块地皮。不敢多求，我要的只有沿着海河下游，仅靠法租界边缘的那块地。我看着吴大人，占地方圆300亩，要带直接入海的深水码头，至少能泊吃水2000吨的洋船。空气凝固，吴大人亢奋感褪去，拿起翡翠烟枪磕了2下。这在寸土寸金的3岔河口，是块庞大的肥肉，好大的胃口。吴大人吐出烟圈，你说的3成红利，那终究是水中月。厂子尚未建砖瓦，本官要替你顶着洋人和巡抚衙门的压力批这么大一块风水宝地，还要单给你开一份不许闲杂人等靠近的看河。你那2片金叶子，买个敲门砖绰绰有余，想凭这个就拿走300亩地？阁下把本官这海关道督办衙门看成施粥的善堂了。我早料到这官僚不会凭空头支票松口，大饼不如现汇，脑海闪过死胡同里与楚建国的对话。国家会动用所有资源，24小时内把改进后的配方、设备图纸和足够的现洋送过去。楚建国半蹲在光木那头，东西我们能给，但是这300亩地皮的官府看河，还有建厂所需的几千号劳工，这些必须由你自己在这个时代去搞定。国家现在没有能力派人过去给你当泥瓦匠，你打算怎么去跟那些满脑子算计的地方官要地？我沉吟片刻，楚总，除了钱和图纸，您再给我弄点别的东西。还要什么？一种蓝色的菱形小药片。我压低声音，不需要包装，随便找个密封盒装几粒，越快越好。楚建国眉毛拧成疙瘩，赵博文眼镜掉地，你要那个干什么？楚建国站起身，你小子身强力壮，还不到用这玩意的时候吧？什么？楚建国站起身，你小子身强力壮，还不到用这玩意的时候吧？还有，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小子可不要受晚清那种乌烟瘴气的封建糟粕影响。我摆摆手，楚总，您看您想到哪去了？我哪是这样的人？您放心，这玩意绝不是我自己要用的。画舫内，吴大人把完烟枪不再看我，这是端茶送客。金三爷一言不发，我将黑色扁盒放在烟枪旁。大人，厂子的分红那是细水长流，这盒子里装的才是比人孝敬大人的见面礼。吴大人拨开卡扣，白棉上躺着4粒纯净蓝色的菱形小药片。这是何物？南洋的稀罕物件，泰西皇室密不外传的神丹。我看着他蜡黄的面色，大人日理万机，这暗毒劳形难免气血两亏，此药专补先天之不足。服下1粒，一炷香内便可让大人枯木逢春。我目光扫过角落的乐女，这等药效，便是宫里的太医院也配不出来。吴大人手猛地一抖烟枪，险些掉落。这对常年被大烟侵蚀的地方大圆，杀伤力远超3000两白银。他死死盯着药片，当真有此神效？他声音发颤，坐直身子，鄙人的人头还在这金门卫界上。这药片极烈，一次半粒即可。大人若是不信，现下即可就水服下半粒。鄙人就在这画舫外头候着。大人觉得这药对路？咱们再谈那300亩地皮的事。吴大人喉结滑动，看了一眼金三爷。金三爷会意退出，我跟着走到甲板上，木门关上。半个时辰后，木门拉开，乐女衣衫凌乱跑出，满脸惊惧与潮红。里面传出吴大人狂喜的大笑声：“来人，把这位侨商也请进来！”潮红里面传出吴大人狂喜的大笑声：“来人，把这位侨商也请进来！”我走回船舱，吴大人满面红光，死死攥着扁盒，他眼神变了。好药！他拍着桌面，你这兄弟本官交了。他扯出空白看河，占满浓墨。法租界外围，顺着海河往下游，350亩地，带双线深水码头。他笔走龙蛇，本官再给你写一道敕令，从今日起，那350亩地划为你的私产水场，未得你场内总办允许，大前兵勇巡警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场区半步。违令者，他笔尖重重一点，以私闯商部破坏洋务论处2份文书，地契和护场禁令，基地有了名正言顺的躯壳和法律凭证。他推过文书，老弟，他压低声音，满眼渴望，这神药你手里还有多少？我收好文书，此药极难提纯，所好甚巨。不过，只要这水厂能在这金门卫的地面上安稳扎根，每个月初1，鄙人必定亲自登门，为大人奉上足月的药量，这是最稳妥的交易。海关到督办衙门将成为最凶恶的护
怨恶犬。一言为定，他大笑。本官这就派人去巡抚衙门备报，你那场子，明日便可破土动工。那便多谢吴大人了。哎，叫什么吴大人？生分了，以后就叫我吴老哥就好。哈哈哈！退出画舫，站在码头，地皮有了，禁令有了，最大的贪官绑上了战车。下一步该去找刘明和老族了。叶枫卷着新鲜水汽，金三爷退到石墩后抽烟。我面前光幕亮起，后方是吴军实验室。楚建国脸贴近光幕，妥了。我点头抽出地气勘合。楚建国脸贴近光幕，妥了。我点头抽出地气勘合。荒地上爆发出欢呼。楚建国肩膀垮下，比了个手势，几双手抓着军绿帆布包塞过来。这时知道你办事稳妥，这启动资金我早给你准备好了，里面是5000块墨西哥阴阳，这是晚清商部最认的硬通货，底下压着最高级别的轻工业专家，连夜改良的手抄配方，所有需要现代化离心机提纯的工序都替换成了这年代用土和土法律只能做到的步骤。我们把配料的草本平替物名录列好了。我拽过帆布包，拉开拉链，荧光倾泻，银币碰撞，抽出手抄本塞进内衣口袋。你接下来去哪？这350亩地明天一早动土。我看向下游窝棚区，我需要人。光幕隐没，我拎着箱子转身。三爷，金门卫哪里能找着敢卖命的奴隶？这看也给多少工钱了。今天大旱，城南3不管地带聚着成千上万从关外逃荒来的流民，还有早年间被裁撤的湘淮军老卒，只要给口饭，让他们去刨祖坟都没人眨眼。我点点头。城南吗？我知道了。次日清晨，城南3不管地带，空气酸腐烂泥发酵，窝棚连绵，流民光脚蹲着，目光呆滞。我穿着西服，踩着烂泥，拎着金属箱走过，前方饼子摊前，3个青皮围殴一个老人，老人穿着破烂的怀字号坎，死死护着半个杂合面饼。青皮踹在老人头上背上，老人满头是血，老不死的丘巴。领头青皮吐了口带血唾沫，在这片地界上要饭，不交孝敬钱还敢去买饼，老子今天活扒了你这层皮！还敢去买饼，老子今天活扒了你这层皮！他瞄准老人侧肋狠狠跺下，刘明缩起脖子，死寂一片。我准备上前制止，一道干瘦人影从人群窜出，撞飞领头青皮，是个16、17岁的年轻人，穿着破烂短打，双眼通红。他挡在老兵身前，你们这群瘪犊子，欺负一个打过长毛和洋人的老兵！他咬牙切齿，你们算什么金门卫的爷们？另外2个青皮抽出短棍扑来，哪来的也砸住，关外的垮子找死！年轻人不退，硬挨一棍，左肩血槽翻卷，他抱住青皮的腰，一口咬在大腿内侧。青皮惨叫，另一个青皮举棍砸向年轻人后脑，咔嚓，我踢断了青皮的膝盖，他抱着断腿在泥水里翻滚。我收回右腿，左手插兜，右手拎箱。领头青皮爬起，双眼赤红，他妈的，你又是那冒出来的假洋鬼子，敢惹爷爷的事，找死！他摸出尖刀冲来，我掏出强光手电按下开关，赤白强光爆开，青皮无言惨叫跪地。我收起手电，看着满嘴是血的年轻人，松口！年轻人松口！被咬的青皮连滚带爬跑。年轻人抹了把嘴，架起老兵，老兵号坎碎裂，枯瘦躯体布满刀疤和枪印。我走过去，老人家以前当过兵吗？老兵嚼着面饼，看着我的西服往后缩。维扬大人的话，当过。小老儿是淮军名字营的，同治2年，在太仓跟着刘大人打过长毛。光绪10年，去亮山打过法兰西的红毛鬼。他指着僵硬右腿，在亮山被红毛鬼的大炮震聋了一只耳朵，腿里流了铁沙子。朝廷说我残了，发了半两遣散银子。一只耳朵，腿里流了铁沙子。朝廷说我残了，发了半两遣散银子。我看向年轻人，你呢？你不是兵，为什么替他出头？年轻人挺直脊背，回爷的话，我从关外逃荒过来，这老头看我快饿死了，分过我一口水喝。关外的爷们讲规矩，受人一滴谁得拿命还。我点点头，放下金属箱，弹开箱盖，2000块银光闪闪的阴阳马在箱里。人群呼吸粗重。诸位，我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方玉，我在3岔河口盘了350亩地，要建一个西洋水厂。我指着脚下，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来这就是来招人，我需要几千个敢卖死力气干活的人，包吃包住，1天50文钱，干得好的赏银元。人群骚动，我盯着老兵和年轻人。老人家，我抽出他护着的面饼摔掉，塞给他一块压缩饼干。大前朝不要你，我要你，你是国家的英雄，不该落得如此下场。你不用去水厂干苦力，你身上的伤疤是军功章，你给我当护厂教习，把你当年杀洋人打仗的本事交给我手底下的人。老兵流下浊泪，死死捏着饼干。我走向年轻人，至于你小子，够狠有血性，还知恩图报。我抓起一把银元砸进他领口，跟着我干。这水厂的招募和外围安保你来牵头。你不是吃不饱饭吗？跟着我，我让你这辈子吃喝不愁，我还能让你把那些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和洋狗都踩在脚下。年轻人胸膛起伏，砸跪在烂泥里，也赏我饭吃，以后我这条命就是您的。我拉起他，站起来，我不要你跪，也没人值得你跪。你叫什么名字？回爷的话，他声音极大，俺是奉天海城县人，姓张，俺爹给俺起了个贱名，叫张老疙瘩，俺嫌这个名太短，让当地的私塾先生给俺起了大名，俺大名叫张作霖。俺大名叫张作霖。我呼吸停滞了1秒，有些不敢相信，这位未来的东北王，现在竟是为了半个饼子敢咬人的逃荒流民。好，我后退半步，周围流民被现洋刺激疯了，10几个人像疯狗一样扑来。老兵瞪圆眼睛，塞好饼干挡在箱前，结阵。他吼出号令，木棍抽倒一人。张作霖抡起破木桶砸向青皮，撞进人群，死死缠住2、3个人。流民太多，2人只延缓了半分钟。我抽出强光手电和钛色枪，强光爆开，前排流民无言惨叫，钛色枪击中壮汉，高压电流让他抽搐倒地砸翻一片，后排流民恐惧停滞。我收起手电，端着枪。张作霖满脸是血站到我身侧，老兵护着箱子把箱子盖上。我盯着流民，谁再往前走一步，
我让他尝尝天打雷劈的滋味。我不杀你们，不是我怕，是我觉得你们还不配死在这点银子上。人群陷入死寂，只有地上被电击的人发出微弱呻吟。我将泰瑟枪插回战术包。我刚才说过，一天50文包吃包住。我指着脚下的烂泥，大前朝把你们当猪狗不如的烂泥，洋人把你们当随时可以碾死的蚂蚁。我现在给你们一条活路，不是让你们当狗，是让你们站着把饭吃了。我看向张作霖和老兵，张作霖，你在这三不管地带给我挑1000个青壮，不问出身不问来历，只要手脚全乎敢拼命。我指着金属箱，老兵拖着残腿立正，标下载这1000人，你和张作霖一起带，按照当年你们打洋人的阵法，分成队排班，银子归张作霖管，规矩归你管。我看着他满身伤疤，敢抢钱的，敢闹事的，敢欺压弱小的，你用军法办。我只要一支令行禁止的队伍，不要一盘散沙。老兵抿紧嘴唇，举起木棍如同握着刺刀，标下领命。举起木棍如同握着刺刀，标下领命。张作霖扛起几十斤重的金属箱，野兽般的眼睛扫视刘明，听见方爷的话没？他吼得嗓子劈裂，想吃饱饭的到西边空地排队，谁他娘的再敢往前挤半步，老子扒了他的皮！刘明群骚动后，最前面的青壮开始排队，暴乱被强行压下。我转身离开，必须回客栈。队伍拉起来了，但这只是一群连左右都不分的逃荒难民。350亩地皮需要圈建，可乐设备需要组装，我一个人根本拼不起来。推开客房木门，锁好门窗，时空门展开到20厘米极限。楚建国和赵博文出现，楚总，我脱下西装扔在床上，人我招到了，1000多号人，领头的是日后的东北王张作霖，还有个中法战争退下来的淮军老兵。赵博文钢笔掉落，凑近光幕瞪大眼睛，谁？他声音变调，你把年轻时候的张大帅招去当保安队长了。我没有理会，看着楚建国，遇到麻烦了。我扯开领带，地皮劈下来了，350亩，带深水码头，但我手底下现在是1000多个连齿轮都没见过的文盲，那套蒸汽灌装机，我一个人根本拼不起来，更别提还要规划水厂的下水道、防御工事和隐蔽的军工房图纸。我双手撑在桌子上，我需要工程图纸，我更需要真正懂行的人来指导。楚建国眉头紧锁，时空门现在只有20厘米，过不来人。所有的图纸我已经让轻工部在画，但涉及到防御工事，只看图纸大钱的苦力绝对盖不出来。他半蹲下来，你必须在那个时代找一个懂西洋建筑和机械的人，作为你和那些苦力之间的图纸翻译。必须在那个时代找一个懂西洋建筑和机械的人，作为你和那些苦力之间的图纸翻译。我直起身，金门卫的洋务学堂或者北洋机器局。我拿起外套，这帮大前朝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现在正是最怀才不遇的时候。我去机器局门口，用线阳砸出几个懂洋文和画图的学生来。等等，赵博文挤过来，方宇，现在是大前43年，金门有个地方比机器局更合适。他扶正眼镜，金门北洋水师学堂，那里不仅教驾驶和轮机，还教绘图和兵器制造。大前朝第一代最顶尖的海军人才都在那。他盯着我，你既然扯了西洋侨商的虎皮，又拿了海关到督办的通关勘核，你干脆直接去水师学堂，以联合办洋务、高薪聘请见习工程师的名义，从那里挖人。我动作停顿，去北洋水师的后花园挖墙角。我穿好外套，这块钢板我去踢。马车停在北洋水师学堂外，门口站着4个扛枪卫兵。学堂种地闲人免进，领头卫兵端起枪，我抽出勘核展开。工商总局勘核，奉吴大人省令，进学堂挑几个懂洋务的学生，去法租界外围建水厂。卫兵看到官印立刻退让。我走进学堂，循着英语口令声来到操场边缘的露天作坊。一台报废的双缸蒸汽轮机旁，10几个学生围着。管带大人，满脸机油的李济元攥着扳手。这台轮机的气缸没坏，只是冷凝管堵了，只要拨10两银子满无缝钢管替换，将这台轮机修好。标下保证，定远见的回旋速度能快1成，回旋速度能快1成。满人管带转着玉核桃，放肆！就这么一台废铜烂铁，杨教习都说修不好了，你一个连八股文都背不全的黄口小儿，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朝廷花银子是让你学忠君爱国的圣贤书，而不是让你天天一身臭汗去鼓捣这些奇技淫巧的。他指着李济元，再不滚回课堂背海博图纸，本官这就急了你的学籍，发配去大沽口当苦力。李济元死咬着牙，周围学生低头不敢吭声，满腔热血的实干派被官僚死死踩在烂泥里。我看着这个满脸不甘的年轻人，这就是我要找的工程师。我推开铁栅栏门，谁？管带皱眉，哪来的假洋鬼子，竟敢闯水师作坊？我没有理会，走到李济元面前，不过是一台老掉牙的单级膨胀式轮机，热效率连10%都不到，修好了也是一堆破烂。既然管带大人不让修，那你就不要修了。李济元猛地抬头，你懂机器？我抽出楚建国连夜传来的多级冷凝式蒸汽灌装机设计图，在李济元手背上展开1/3，密密麻麻的数字，精准的公差，复杂的齿轮咬合。李济元瞳孔放大，死死盯着图纸，他一眼看出技术代差，这超越了大前所有的舰团动力系统。是，他手在抖，这冷凝水套的设计绝了，这怎么可能？洋人也绝对画不出这种图纸。这位先生，您的这些图纸是哪来的？管带勃然大怒，放肆！本官问你话呢，竟然敢无视本官！左右，先给我拿下这个狂妃之徒，然后再赢家审问。2个哥什哈拔刀冲来，我头也没回，将勘核拍在管带胸口。认字吗？我眼神冷冽。海关到督办吴大人亲批，法租界外围西洋水厂总办，你敢动我，就是在断吴大人的财路，断大前朝几万两的商税。管带脸色惨白，哥什哈僵在原地。我收回图纸，看着李济元，我叫方宇，我在海河边拿了350亩地，要建大前朝第1座西洋水厂。我手里有超越这个时代50年的机械图纸，但我缺人，缺能看懂这些图纸，能把它们变成钢铁巨兽的工程师。我指着破轮机，你在这里每个月拿2两银子的高虎费，连买根钢管的钱都要
要跪在地上求这种蠢物？修个机器还要被骂作奇技淫巧？跟我走，拖了这申浩一到我的厂子里来。我竖起一根手指，我给你1个月100块现洋的月俸，外加所有的技术分红。你要什么材料买什么铁锭，我全批，没有任何人敢拿八股文来压你，如何？学生们惊呼，这比杨教习薪水还高。李纪元喉结滑动，但真正击穿他防线的是图纸。不，他退后半步，死死攥着扳手。我是大钱的兵，我学驾驶学轮机是为了上铁甲舰，是为了去海战上打红毛鬼和东洋矮子。去建水厂造黑水，我这10年的寒窗和满腔热血算什么？我深深看了他一眼，这是一个被洗脑却保持纯粹家国情怀的年轻人。管带冷笑，算你小子识相。大钱的功名岂是区区几块铜锈能买走的？大钱的功名岂是区区几块铜锈能买走的？我猛地转身逼近管带，大钱的兵，我声音如雷，你们去大沽口看看，你们花几百万两白银从德国买回来的定远镇远铁甲舰，里面装的是什么炮弹？是实心弹，是填了沙子的哑弹。我死死盯着李纪元，你懂机器？那你告诉我，靠填着沙子的炮弹和热效率不到10%的破轮机，你们能打赢谁？作坊死寂，学生们脸色惨白。我指着大门，国家被人踩在脚下，不是因为你们的士兵不勇敢，是因为你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军工。所有的枪炮，所有的钢铁，全看洋人的脸色。洋人不卖，你们就只能拿着生锈的破铜烂铁去送死。我走回李纪元面前，压低声音：你以为我真的只是想建一个造糖水的水厂吗？我需要水厂的庞大水耗来掩盖地下的重工运转。我给你看的那张图纸只是皮毛。我盯着他震惊的眼睛，那是一台可以改造为现代枪械生产流水线弩床的精密机械。我要在法租界旁边，在这些杂碎的眼皮底下，建一座能够自己造出后膛连发枪和高爆开花弹的军工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留在学堂，你最多是个跟着沉船一起沉没的水鬼。跟着我，你亲手造出来的炮弹能把那些打在我们脸上的洋船炸成碎片，这才是真正的救赎。李纪元大脑轰鸣，地下军工厂，自己造枪炮，这彻底点燃了他的热血和野心。啪！他扯下制服摔在管带脚下，这书我不读了。他红着眼，老子去当工人。他看向同学，我李纪元今天是走定了，有不怕死，愿意造真家伙打洋人的，跟我一起脱衣服。我李纪元今天是走定了，有不怕死，愿意造真家伙打洋人的，跟我一起脱衣服。短暂死寂后，刺啦声接连响起，14个最优等的技术学生脱下制服扔了一地，站到我身后。管带气得发抖，反了，都反了！本官要去提督衙门告你们。我冷冷看他，你去告，看吴大人是先拿我的脑袋，还是先扒了你这身五品行头？我们走。我带着15个顶尖人才走出学堂。车厢里，李纪元抓着我胳膊，方总办，图纸能让我再看一眼那张图纸吗？我递过公文包，图纸当然可以给你看，不过以后别叫总办，叫老板就好。至于那套设备，叫可口可乐灌装机，我们要用他赚来的银子去买命、买枪、买未来。350亩地皮，1000人保安大队，15个顶尖工程师，万事俱备，就看世界如何迎接可口可乐的降维打击了。车厢内光线昏暗，光幕悬浮，楚建国扬了扬黄皮文件袋塞过来，这就是总工那边给你的建筑图纸。地表是可口可乐厂房的掩护布局，地下15米是你要的近现代机械加工中心，所有的通风、排压、防水、抗震层全部由国家基建工程兵部队连夜测算出来。我接过沉甸甸的文件袋，楚建国又递来黑色战术包，这是什么？防弹插板。你身上的防刺服挡大钱的冷兵器还行，可法租界就在你旁边，那些洋人手里拿的是下塞波步枪和不是你这身能抵挡的，把插板垫在衣服里面安全。我点头接过，光幕隐没，我解开西装，将陶瓷防弹插板塞进内衬，将陶瓷防弹插板塞进内衬。马车停下，张作霖拉开车门，他光着膀子，满是血痕，腰间别着砍柴刀。我走下马车，面前是紧靠法租界铁丝网的荒滩，1000多个流民正疯狂割草砍树，老兵拄棍站在高坡，抽打墙铁锹的流民维持秩序。李纪元等人跳下马车，看着这群苦力和荒地，有些面面相觑。我将文件袋拍在李纪元胸口，图纸，我把地皮和人交给你，10天，我要看到外围的砖墙和第1层厂房的雏形，你能做到吗？李纪元抽出图纸，现代工业建筑图纸击碎了他的认知，他呼吸粗重，直接坐在烂泥里铺开图纸。14个学生立刻围上去，他死死盯着图纸，有这图，10天之内，就算是拿人命填，我也把厂房给您立起来。那倒也不必这么着急。我摆手，一阵刺耳汽笛声传来，一艘挂着法国国旗的蒸汽汽艇撞向深水码头就址，4个安南巡捕端着步枪站船头。华丽长袍的胖子踩着跳板走下，画布给他擦血。张作霖握紧砍柴刀站到我左侧，老兵挪到右后方。胖子走到我面前，打量一圈，挤出假笑：“您就是那位南洋回来的老板吧？李人赵金荣，是法租界洋行买办。”我冷冷看着他，不接茬。这位老板看起来原本也是我大钱人士吧？那一定知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通商总局的主事吴大人批给老弟的这350亩地，可着实惹眼啊！我双手插都不回应。赵金荣冷笑：“老弟初来乍到，不懂金门卫的规矩。吴大人的勘合在大钱的地界上好使，但这块地紧挨着法租界。洋人老爷说了，你们这大兴土木的，挡了法兰西领事馆的视线，影响了洋行的风水。”他伸出3根手指，3个数，马上停工，把流民请散。3根手指，3个数，马上停工，把流民请散。这块地契以2000两白银的价格转卖给法国洋行，拿了银子，老弟哪来的回哪去，给自己留条命。我话说的这么明白，你应该懂了吧？众人脸色一变，这是强取豪夺。李纪元猛地站起，护住图纸，眼不血丝。凭什么？这是吴大人批的官邸，是我们大钱的领土。
你们洋行有什么资格强买强卖？2000两白银，连田河的土方钱都不够。赵金荣眼皮都没抬，一个滑步跨步上前，抡起警棍砸向李纪元脑袋。张作霖动了，像贴地飞行的猎豹，他扣住滑步手腕，刀背砸在滑步太阳穴上，滑步直挺挺侧翻在泥塘里，全场死寂。上千个流民停下动作，呆呆看着这边。赵金荣停止转动佛珠，满脸震惊，没料到流民敢在巡捕面前打人，反了，刁民竟敢袭警，给我打死他！4个安南巡捕拉动步枪，枪栓，枪口直指岸边。老兵嘶吼着推开张作霖，用瘦弱身躯挡在枪口前，眼神麻木惨烈。李纪元和学生们咬牙站在我身后，死死握紧拳头。我叹了口气，推开老兵，迎着枪口走到赵金荣面前。赵金荣看着我毫无波动的眼睛，心里打突，但仗着洋枪挺直腰板。老弟，你想硬抗法兰西的子弹？以这1000多号乌合之众，洋枪一响全都得死绝。大钱的规矩管不了洋行，对吗？杨大人的规矩就是天津卫的规矩。我点点头，右手猛地探出，掐住他肥胖的后颈，死死收紧。赵金荣发出杀猪般的惨叫，拼命挣扎，脸憋成紫红色。安南巡捕怒吼着，端枪瞄准我的胸膛，砰！枪声划破宁静，枪声划破宁静。张作霖嘶吼着举刀要冲，老兵痛苦闭眼。李纪元等人脸色惨白。我站在原地没有倒下，子弹精准击中前胸，撕裂毛呢布料，被极其坚硬的现代陶瓷防弹插板死死挡在体外。我身体只微微晃动了一下，所有人全部僵在原地，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血肉之躯硬抗洋枪，毫发无损，超出了这个时代的认知极限。我松开手，赵金荣烂泥般瘫倒在地，裤裆渗出黄色液体。我拔出太色枪顶在他脑门上，这把造型怪异的武器在他眼里比步枪恐怖100倍。洋人的规矩管不到我，滚回去告诉法租界的领事，这地是我的，这场子是我的。我按动开关，太色枪爆出蓝色电火花，发出噼啪声。再敢派一条船过来，我把你们的领事馆炸平！安南巡捕吓得扔了步枪，启动汽艇亡命逃窜。赵金荣连滚带爬上了小舢板，滑步扛起同伴疯狂划桨逃走。荒滩恢复平静，所有人死死盯着我硬抗洋枪的背影。大前朝怕洋人，我不怕，跟着我能扬眉吐气。张作霖单膝跪在烂泥里，爷！老兵和流民们一片接一片跪倒在泥水里。李纪元紧抱图纸，直挺挺站着对我深深鞠了一躬。我没回头，开弓，我插回太色枪。厂房盖好之前，谁来捣乱往死里打，出事我顶着。吼声雷动，1000多把锄头铁锹砸在烂泥里。大前第一座近现代化军工复合体水厂正式扩土。我走回马车，车门关上，瞬间冷汗渗出。近距离击中防弹插板的钝击力让我的胸骨剧痛，近距离击中防弹插板的钝击力让我的胸骨剧痛。光幕亮起，楚建国死死盯着我破裂的西装。方宇，法国人这次吃了亏，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还需要什么武器？我马上让军需库给你调过来。我扯掉领带，眼中闪烁危险光芒。楚总，轻武器改变不了战局，我不要枪，我要造坦克。楚建国眼角猛地抽搐，坦克？大前43年，连履带式拖拉机都没有被发明出来。你要在几百号大前绿营兵和法兰西巡捕的眼皮子底下造坦克，这个难度是不是高了一些？我抹了把冷汗。楚总，你多虑了，我要造的不是主战坦克，是类似于一战时期的轻型突击战车，不需要太复杂的火控系统，只要有一层能挡住马克沁重机枪的钢板，加上一台马力足够大的内燃机，底盘用拖拉机的履带改。洋人有炮舰，如果他们真把军舰开进海河炮轰我的水厂，几把步枪根本没用，我必须要有一支能够直接碾压法兰西领事馆的装甲力量，这是立足的底牌。楚建国沉默几秒，履带底盘的图纸，还有最原始柴油机的图纸，明天天亮前传给你。地下兵工厂的电力系统，我们决定给你传送一套小型的燃油发电机组模块。方宇，图纸和核心部件国家能给，但造坦克最关键的装甲钢，现在的传送门只有20厘米，根本塞不过去。而金门卫市面上那些造农具的熟铁，一枪就穿。我整理好西装，刚才的事我来想办法。大前朝造不出好钢，北洋水师的船坞里却堆着洋人卖过来的高价次品钢板。那帮喝冰血的官员，只要价钱给足，连亲爹都能卖，爹都能卖。光幕切断，10天转瞬即逝，1000多名流民爆发出惊人体力。厂区外围立起2米高嵌满碎菠萝和铁蒺藜的青砖围墙，厂区中央红砖厂房拔地而起，巨大烟囱直插云霄。而在厂房正下方15米深处，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地下空间正被挖破，泥土伪装成废渣，连夜倒入海河。我站在2楼走廊，李纪元顶着通红眼睛拿图纸快步走来。老板，地上的水厂随时可以试运行，但地下室的承重柱遇到了麻烦，我们挖到了海河的渗水层，咱们必须立刻浇筑高标号的洋灰，并且需要6根口径至少20公分的无缝钢管做支撑核心，不然一旦上面的蒸汽机开动，强烈的震动会把整个地下兵工厂给塌了。我看着图纸上的红叉，洋灰我找金三爷去买，只是这种无缝钢管金门卫哪有？金门机器局那里不仅有这种钢管，库房里还压着一批给定远舰修补装甲用的军制钢板，那是2年前从德国克虏伯厂进口的。管带说那批钢板尺寸不对，就一直扔在仓库里吃灰。德国军制钢板，这正是造坦克急需的装甲材料。机器局的总办是谁？盛宣怀门下的一个买办叫沈鹤年，这人极贪，专门倒腾洋务里的黑钱。我点点头，只要贪就有弱点。张作霖从1楼跑上来，腰里别着我高价搞来的崭新国壳枪。1000人的保安队已有了军队雏形。爷，外面来了一大帮钱兵，带头的是金门知府的衙役，还有几个穿着洋服的法兰西人，堵着大门不让进料，说是咱们的水厂建制违制要查封。我眼神冷下来，
法兰西人搬出官府施压了。走，我转身下楼，大门外几百名露营兵围得水泄不通。金门知府坐在轿里，旁边是法兰西参赞和赵金荣，老兵带人死死堵在门内。我大步走出去，张作霖按着枪套紧贴身后。你就是那个假扮侨商，强占法租界风水宝地的刁民方宇。本官金门知府接到法兰西领事馆召回，你的水厂烟囱过高，惊扰了法兰西侨民安宁，即刻停工查封厂区。我根本没看知府，目光锁定法兰西参赞。这块地皮是吴大人亲批的，怎么？法兰西领事馆的手已经伸到大钱的知府衙门里来了。我流利的法语带着大国崛起的从容傲慢，让他们愣住了。方先生，大钱的官员有他们自己的律法，我们只是提出抗议。你的人昨天袭击了法租界的巡捕，这在国际法上是严重的挑衅。我们要求引渡那名凶手，并赔偿法兰西帝国的精神损失费2万2白银，外加这块地皮的所有权，这才是洋人借题发挥、巧取豪夺的真正目的。我抽出楚建国传来的报纸砸在参赞脸上。国际法，贵国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未经宣战偷袭马尾军港，这就是你们的国际法。你们在法租界里纵容巡捕欺压中国百姓，现在跑到我的厂门前跟我谈律法。租界里纵容巡捕欺压中国百姓，现在跑到我的厂门前跟我谈律法。我指着知府，你身为父母官，不为大钱子民出头，却给洋人当狗。那张吴大人的刊和你是瞎了看不见。知府被骂得满脸通红，反了！来人，把这个目无王法的逆贼拿下，就地正法！露营兵端枪对准我，张作霖拔出驳壳枪，老兵和保安队举起武器，场内上千流民抄家伙涌来，气氛剑拔弩张，谁敢开枪？吴大人满头大汗从吧台大轿里跌撞爬出，脸色病态潮红，眼神凶狠。知府吓得请安，吴大人，您怎么亲自来了？下官正在捉拿惊扰洋人的刁民。吴大人一巴掌狠狠扇在知府脸上，打得他帽子掉落。刁你妈的名！方老板是本官特批的洋务总办，他的水厂每年给大钱上缴几万两的商税，你敢封他的厂房，你是不是想断了直隶总督府的财路，断了老佛爷的镜像？他根本不是为商税。今天是初一，给蓝色小药片的日子，水厂被封就是断他命根子。吴大人转头看向参赞，换上圆滑，二位，这水厂的事情是直隶总督衙门备案的，领事馆如果有什么不满，本官自会去跟领事大人交涉。不过今天谁也别想动这厂子一砖一瓦。参赞忌惮北洋势力脸色铁青，吴大人，我们走着瞧。参赞带人灰溜溜离开，知府也狼狈撤退，危机被我用最有效的手段强行化解。吴大人堆起谄媚笑容走来，方老弟，这帮狗仗人势的东西没吓着你吧？我不动声色将金属小扁盒塞进他手里，他眼睛发亮，死死攥着。大人，这厂子眼看就要建好，但还缺一批上好的钢材做机器的底座。听说金门机器局的库房里有一批德国的均质钢板和无缝钢管，放着也是生锈，不如吴大人收好盒子。机器局的沈鹤年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不过本官跟他有些交情，老弟如果愿意出点血，本官出面给你签个协，2万2现洋，本官保证把那批废钢从机器局的库房里给老弟拉出来，就当是支持老弟的洋务。2万2是巨款，但我毫不犹豫，明天这个时候2万2现洋会准时送到大人府上。刚才我要连夜运进厂区，拿现代现洋买军用装甲钢，这笔账极度划算。一旦钢材到位，世界第一台履带式装甲战车就将在地下室诞生。另一边，天津卫法租界法兰西领事馆，参赞亨利和远东商贸行首席，大班皮埃尔坐在沙发上，赵金荣像条丧家犬缩在角落，捧着装有半瓶焦糖色液体的玻璃瓶。亨利狠狠抽了一口雪茄，野蛮的远东人，那个叫方宇的暴徒，竟敢拒绝伟大法兰西帝国的要求，还收买了那个贪婪的吴大人。我们必须向直隶总督府施压，剥夺他的建厂资格。皮埃尔把玩着高脚杯，亨利，我的朋友，帝国在远东的利益需要优雅的外交手段，而不是总动用枪炮。不过那个方宇敢在海河边圈350亩的地，他到底在生产什么？难道是偷偷提炼黄金？赵金荣赶紧凑上前，好叫两位杨大人知晓。小人花重金买通了水厂外围的一个流民，从他们是运行的锅炉房里偷出了这么一瓶东西，据说这就是那个水厂要造的西洋饮品。那帮苦力管这个叫黑水，据说那个方宇曾大言不惭说这黑水能风靡全世界。亨利嗤笑一声，风靡世界只有法兰西的葡萄酒，只有香槟产区的气泡酒才配称得上是世界的饮品。大钱国的那些劣质茶叶熬出来的苦水，简直是给猪猡喝的刷锅水。把这瓶垃圾扔出去，别污了我的眼睛。皮埃尔没有说话，他盯着玻璃瓶里翻腾的细密气泡，这绝不是大钱能造出的劣质货。他拔开软木塞，二氧化碳喷涌，混合着香草和焦糖甜味的奇异香气，瞬间盖过了雪茄味。皮埃尔倒了小半杯，直接喝了一大口，他身体猛地僵住，双眼睁大到极限，强烈的冰凉和碳酸气泡在口腔爆开，直击灵魂的极致甜美顺着喉咙冲刷，刺激、霸道、过瘾。他猛地仰头，将剩下的液体全部灌进嘴里。皮埃尔，亨利被吓了一跳，你是不是中毒了？皮埃尔大口喘着粗气，死死盯着空杯子，额头渗出细汗。上帝，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转头看向赵金荣，眼神透着饿狼般的贪婪狂热。这真的是那个厂子里造出来的？赵金荣吓得一哆嗦，回大班的话千真万确。皮埃尔猛地站起身来回踱步，我收回刚才的话，这是液体黄金，不，这比黄金还要暴利。法兰西的葡萄酒在这个怪物面前就是被淘汰的古董。这种饮品一旦装船运到欧洲，我相信不到1个月，整个巴黎、伦敦的上流社会都会为之疯狂。这是一种能让人上瘾的魔药。他双手撑着桌面，成本极低的水，加上廉价的糖和一些不知名的香料，换来的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只要掌握了这个配方，整个世界的饮料市场都会被彻底垄断。皮埃尔眼中狂热冷却，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冰冷酸
算计。亨利，你昨天的做法是对的，那个方宇，还有那个350亩的水厂，绝对不能留在清国人手里。这种足以改变世界贸易格局的配方，只能属于法兰西。亨利冷笑，但那个通商总局的吴大人护着他，他手里有1000多个保安，我们要强抢会引起清国外交部的抗议。皮埃尔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大钱国的抗议，在法兰西的坚船利炮面前，连一张擦鞋的纸都不如。那个吴大人不过是只认钱的肥猪，只要直隶总督府和李中堂倒向我们，吴大人就是个屁，不是个屁。皮埃尔拿出一本支票，不签好字推过去。我以远东商贸行的名义拿出10万两白银，你去打点天津道台衙门和总督府的官员，就说那个方宇生产的黑水里含有剧毒，是用来毒害大钱子民的。联合各国领事向大钱衙门施压，逼他们交出水厂的地契和配方。如果前国官府不配合，我就上报国内，调遣2艘巡洋舰开进大沽口，以保护侨民为由强行接管那片荒滩。明白？亨利收起支票，我会让那个方宇知道，在天津卫到底是谁说了算。同一时间，金门机器局地下秘密仓库，我穿着黑风衣，看着四周如小山般的德国克虏伯军制装甲钢板。吴大人拎着2万块现洋站在一旁。机器局总办沈鹤年推了推金丝眼镜，方老板，这可是德国原产的钢，大前朝找不出第2批，2万现洋，这是吴大人开了金口，我才算是半卖半送给你的。你若是拿去建厂房，这可真是暴殄天物了。我摸着冰冷坚硬的钢体，有了这批钢，我的轻型突击战车就有了最坚固的外壳。放心吧，我一定会让它物尽其用的。今晚子时，我的人会赶着马车来拉货，从南门直接运进水厂的地库，沿途的关卡劳烦2位大人打点。吴大人拍了拍胸脯，老弟放心，整个天津卫南城的兵丁今晚全都瞎了眼。深夜，水厂地下室，6根无缝钢管深埋地下，高标号水泥迅速凝固，基础承重彻底稳固。我在独立隔间悄然开启时空门，楚建国和技术人员正将一台拆解的小型柴油发电机组塞过来接吻。李纪元带着几个水师学子，光着膀子死死拖拽机械部件，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只知道这是大钱造不出的神器。最后一块，李纪元拽出高压水泵，老板，发电机组所有部件接收完毕，给我3个时辰，我保证让这地下室亮起洋人的电灯。我将图纸递过去，张作霖从楼梯上飞奔下来，上气不接下气。爷，我察觉异样走到一旁，出什么事了？张作霖压低声音，南城出事了，老兵带人去拉机器局的那批钢板，在大街上被劫了。我眼神瞬间锐利，吴大人不是打点好巡防营了吗？谁劫的？不是巡防营。张作霖咬着牙，是金门道台衙门的人，还有一队拿着洋枪的法兰西巡捕，带头的就是那个法兰西参赞。他们把运钢板的马车全扣了，还把老兵捆了起来，说是查获了一批私运的军火物料，要以谋反的罪名连夜查抄咱们水厂。我拳头猛地握紧，洋人动作极快且狠，直接扣上谋反帽子，要连根拔起。大钱地方官为了讨好洋人，竟配合抢夺中国人的钢材，钢材保不住战车计划夭折，老兵也会被折磨致死。竟配合抢夺中国人的钢材，钢材保不住战车计划夭折，老兵也会被折磨致死。张作霖召集保安大队，爷要跟洋人和官兵火拼吗？张作霖眼中迸发嗜血光芒，不，给我准备一提可乐，我要出去一趟，你带着人守住水厂大门，擅自越过围墙者，不论是大钱的官还是法国的兵，杀无赦。深夜，一辆黑色马车悄无声息驶向英国领事馆。车厢内，我拎着装有6瓶冰镇可乐的保温箱，内都放着楚建国伪造的全套证件。马车在领事馆门前停下，2名英军士兵端起步枪，站住！领事馆重地闲人免进。我走下马车，掏出印着美利坚国徽的深蓝色护照递过去。美利坚合众国花旗洋行大办。方宇，我有一笔涉及100万英镑的军工贸易，需要立刻面见大英帝国驻金门总领事卡尔爵士。士兵看到鹰徽和签名，咽了口唾沫跑去通报。10分钟后，我被请进奢华的会客室。卡尔爵士穿着睡袍走下楼梯，将护照扔在茶几上。方先生，深夜造访，还自称代表花旗洋行，可我核对了最近进港的美利坚商船名单，并没有您的名字。我拉开椅子坐下，我搭乘的是荷兰人的商船秘密入港。我将保温箱放在茶几上，我来这里是给大英帝国送一份厚礼，一份能让法兰西人在远东彻底破防的礼物。卡尔爵士眼睛微眯，任何打击法国人的机会对英国都极具吸引力，您不妨直说。我打开保温箱，拿出1瓶带着水珠的可乐推过去，这是花旗国最新研发的军需饮品。法兰西人试图窃取它的配方，他们收买了金门道台，在半小时前截获了我用于建厂的建筑材料，并抓走了我的人。卡尔爵士看着瓶子，1瓶饮料会让法兰西人如此大动干戈？方先生，法兰西的红酒享誉世界，他们不会对1瓶美利坚人的糖水感兴趣。您试图挑起大英帝国和法兰西的矛盾，但这个理由太拙劣了。我没有解释，拔开软木塞，啪，2氧化碳喷溢。我倒了小半杯推过去，尝尝。卡尔爵士犹豫了一下，端起杯子抿了一小口，冰凉气泡炸裂，焦糖味和香料的冲击力直冲脑门。他动作僵住，猛地仰头一眼镜，大脑异常清醒，多巴胺分泌带来难以言喻的愉悦感。他放下杯子，手微微发抖。这到底是什么？我靠在椅子上，这叫可口可乐，它能取代红茶，取代咖啡，取代红酒，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商品。它的成本低得令人发指，利润能达到数百倍。所有的法兰西酒庄都会在它面前破产，而大英帝国的舰队可以把这种饮品卖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卡尔爵士瞬间明白其可怕的商业价值，呼吸急促起来。您想要什么？花旗国商人不会白白把这种金矿送给大英帝国。我在海河边建了350亩的厂房，
法兰西人眼红，他们勾结金门道台，不仅扣了我的钢材，还抓了我手下的管工。我目光冷冽，我需要大英帝国出面，让金门道台把人和钢材立刻送还水厂，还要保证法租界的巡捕再也不敢踏入我的厂区半步。卡尔爵士摸着下巴，只是这样，帮您解围这很容易，但配方呢？您打算如何与我们分享这份庞大的利润？我将一份全英文文件放在桌上，这是合作意向书。大英帝国怡和洋行获得可口可乐在亚洲及大洋洲的独家代理权，我负责生产，你们负责销售，所有利润我们55分成。我站起身，这是底线。卡尔爵士，我不缺钱，我只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和法兰西流氓打交道上。如果您拒绝，我立刻去德国领事馆。我想威廉皇帝会对这种能提神醒脑的军需饮品很感兴趣。卡尔爵士脸色变了，一把按住意向书，成交。他摇响桌上的铃，一名英军少校走入。威廉少校立刻调集2个连的海军陆战队，带上马克沁机枪，掩护方先生返回他的水厂。另外，备马车，我要亲自去一趟金门道台衙门。他眼中闪烁阴狠光芒，告诉那个蠢货道台，如果他不把花旗国商人的物资和人员完好无损的交出来，大英帝国的军舰明天早上就会炮轰大沽口。金门道台衙门大堂，老兵被反绑，双手跪在地上，挨了10几鞭子，皮开肉绽，一声没吭，肉绽一声没吭。道台孙大人端坐公案后，参赞亨利夹着雪茄坐在一旁，刁民。孙大人猛拍惊堂木，水厂地库里藏的那些军制钢板，分明是用来打造兵器的反贼物资。你说那个方宇是不是想谋反？配方究竟藏在哪里？老兵吐出一口血水，呸！要杀就杀，少他娘的放屁！亨利冷笑，孙大人，这种硬骨头不给他上点手段，他是不会开口的。我建议用烙点。话音未落，门外传来密集枪栓声和军靴声，衙役连滚带爬冲进来。大人，不好了，洋人打进来了！孙大人吓得弹起，法兰西的兵不是在外面帮着咱们守的吗？哪来的洋人？是英国红头阿三还有海军陆战队。大门被踹开，英军士兵端枪冲入，锁定全场。卡尔爵士大步走入，我跟在身侧。亨利脸色惨白站起身，卡尔爵士，您这是在干什么？这是法兰西与清国官府之间的事务。卡尔爵士没理他，一巴掌将金堂木扫在地上。孙大人，他声音傲慢到了极点。大英帝国接到花旗国公使馆的召回，美利坚合众国合法商人方宇先生的财产在您的辖区遭到了非法扣押。他指着老兵，放人！他指着老兵，放人！立刻将那些钢材送回方先生的厂区。耽搁1分钟，大英帝国的舰队就开火。孙大人抖得像筛糠，连个屁都不敢放，快放人！衙役慌忙解开老兵，我脱下西装外套披在老兵满是血污的背上，扶他起来回去。机器局的几万斤钢板呢？孙大人擦着冷汗，都在后院的库房里。下官这就派人，不，下官亲自押车给方老板送过去。亨利气得发抖，卡尔爵士，你们这是在公然挑衅法兰西帝国的利益。卡尔爵士转身，亨利参赞，可口可乐的远东独家代理权已经签署给了大英帝国怡和洋行，你们法兰西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强盗手段最好收一收，再敢去水厂捣乱，你们面临的将是大英帝国海军的炮弹。我扶着老兵转身，看了一眼面如死灰的亨利和缩在案后的道台，我的东西谁也拿不走。10几辆装满钢板的重型马车，在200名英国海军陆战队护卫下驶向水厂。